隔天清晨，云初是被老公专制的盯视盯醒的。她感觉到有人一直盯着她看，就醒来了。睁开眼，对上了战一晨那双乌沉沉的眸子。她眨了眨眼后，伸手捂了一下她的眼睛，便又闭上眼睛，说：“她老公，你这样盯着我看干嘛呀？幸好你不吃人，否则我都要担心你想吃掉我。”战一晨不止一次是这样子，有好几次了，都是醒来后就盯着他看，看得很专制，哪怕他在熟睡中，本能的警惕性也会让他从梦中醒来。刚领结婚证，夫妻俩第一次同床共枕时，他还被他这样专注的盯视吓了一跳。他以为有贼，因为第一次同床共枕，他还不习惯，也忘记了他们已经成为夫妻。看清楚是他后，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扯上被子，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，然后脚从被子底下伸出来，将他踹下床去。他被踹得都懵了，他回过神来，记起两人已经领证，也懵了，就赶紧翻身下床，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笑着对他说：“我忘了咱们领了结婚证，以为你想占我便宜，就踹你下床了。”他一脸黑线，说我什么时候占过你便宜？就算没有领结婚证，咱们也是未婚夫妻，我在你床上躺着怎么了？他不好意思地笑，小声提醒他曾经强吻过他，那就是占便宜。他翻旧账，他就淹了。为了让他习惯同床共枕，记住他们已经是夫妻，他当时又折腾了他一回，差点让他下不了床。战一晨笑着：“我喜欢看着你，老婆，你好美。”云初浅笑：“在你们家里都是俊男美女，我这种略有几分姿色的，哪敢说自己好美啊？在我眼里，你就是最美的。几点了？”云初看向窗口，窗帘还没有拉开，他又开着了房里的灯，看不到外面的天色。还早呢，才6点多，我是习惯这个点就醒。他平时睡到这个点醒来，便出去晨跑或者去健身房。兄弟几个的生活习惯都是如此。老婆，再睡会儿，今天不用上班。宁云初重新闭上了眼睛。你也多睡会儿，看你最近都瘦了几斤。战一晨笑：“那是我刻意减的肥，前段时间吃胖了，太胖，不帅了，我要天天保持着帅气，把我老婆迷得神魂颠倒的，就不会喜欢其他男人了。除了你，我还会喜欢谁？还能喜欢谁？”宁云初睁开眼睛，赏了他一记白眼。莫大哥和大嫂现在恩恩爱爱的，你少胡思乱想，免得影响了大哥大嫂的感情。战一晨嘿嘿的笑：“知道了。”姓莫的已婚，夫妻俩的确是过得恩恩爱爱的。战一晨彻底放下心来，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了。姓莫的现在看云初的眼神，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炽烈，变得温和平静，是真的将云初当成妹妹看待了。他凑近前去，在云初的腮边亲了亲，低柔地说道：“老婆，你再睡会儿，我出去跑一圈，回来给你做早餐。我亲自下厨给你做早餐，老六做得更好吃，等你晨跑回来，说不定老六已经给大家准备好早餐了呢。”战一晨笑道：“你想去大伯娘那边吃早餐也可以，那我赶紧过去看看，老六起来了没有，让他多做点，咱们去大伯那边蹭早餐吃。老六好像周一就要去 X 省的 A 市，好远，大伯娘有点舍不得。老六这几天就有时间便陪着长辈们，给大家做好吃的。”闻言，云初转过身来，也不睡了，好奇地问着：“老六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？出差吗？”说要去当别人的私厨，说那家人嘴巴特别挑，他想去试一试，验证一下他的厨艺是否过关。宁云初，他的厨艺还需要验证吗？你们兄弟几个都是经奶奶亲手调教出来的。海童说：“除了老九差一点，你们几个的厨艺都很好的。奶奶是吃尽天下美食的人，战家九子由老人家调教出来，他们时不时就下厨做菜，
是做给奶奶吃，奶奶吃不下去，说明他们的厨艺不行，需要下苦功夫去学，能让奶奶吃下去并且喜欢吃，才能过关。这些都是海童告诉云初的。云初入战家门比海童迟，加上他之前还是个盲人，战义臣担心他自卑，没敢和他说太多兄弟们的优秀。战义臣说道：“我是听大伯娘叮嘱老六才知道的，大伯娘舍不得他走那么远，大伯却支持他，为此大伯娘还生气地跑去大哥家里住了一晚。也不难理解的，我兄弟9个，虽说个个会厨，但最喜欢做菜的人是老六，做菜最好吃的是老三和老六，对一件事执着而疯狂，有机会验证自己的本事时，是会不顾一切去做的。战远去 X 省的 A 市，既是去欧阳家应聘大厨一职，也是想了解一下奶奶给他挑的老婆人选是否值得他去爱一辈子。他们是都相信奶奶的眼光，也相信奶奶不会坑他们，毕竟是他们娶老婆，是他们要和奶奶相中的女孩子过一辈子，总要他们亲自去了解过对方的人品，相处过，能让他们动心动情，才能在一起。一辈子的大事，战远兄弟几个都不敢大意的。像大哥当初隐瞒身份与大嫂闪婚，目的也是想了解过大嫂再决定要不要过一辈子。虽说对大嫂来说那是欺骗，让大嫂很生气。云初想了想，问道：会不会是奶奶给老六挑的？妻子人选在 X 省的 A 市，他知道他能嫁给战义臣，就是老太太相中了他的，也知道战家的适婚少爷们都是老太太在操心他们的婚事，老太太亲自给他们长眼，挑中适合他们的人选，再让他们去了解去追求。战义臣愣了一下，说道：我倒是没有往这件事上想去，老四和老五好像都还没有什么动静，我想着没那么快轮到老六的，不过老六也到了适婚年龄，老七想结婚都可以的了，老七估计没那么快，他才开始涉足商界，等他磨练了几年，奶奶就会操心他的了。很快战义臣就笑道：管他去那边是做什么，每个人有自己想做的事，又不是3岁小孩子了，不用我们当哥哥的操心他。老婆，你再睡会儿，我出去了。战义臣换上了运动服，去外面晨跑。悠悠山庄足够大，只需要跑上半圈都够运动量了。很多时候战义臣就是在自家院子外面跑上2圈，不会沿着整个山庄跑1圈，那样太费时间。虽说今天不用上班，他也不想费那么多时间，还得回来陪老婆呢。战义臣出去晨跑后，宁云初继续补眠。有时候她挺羡慕丈夫的，休息的时间一样，她总是比他更有精神。战义臣下楼后，没有看到父母，猜到父母应该还没起。现在早上冷，又才6点多，大家都还在被窝里梦周公，就连他家里的厨师都还没有开动，不知道他一家人是在家里吃，还是去大伯那边吃。看到战义臣下楼，厨师连忙问他：二少爷，早安，需要给你们准备早餐吗？我还没有开工，问管家。管家说还不知道，我就不敢动。战义臣温和地答道：二少奶奶说要去大伯那边一起吃，你不用准备我们的早餐。厨师笑着：好，我知道了。主人家不在家里吃，那厨师就给工人们准备早餐可以了。工人们的早餐简单些，没有那么多样化，他的工作量就能少1半。今天比昨天更冷，二少爷这么早要出去晨运吗？厨师说道：二少爷去健身房也是一样的。战义臣笑了笑，说道：早上冷，才需要出去跑跑步，跑了步就不觉得冷了。我也喜欢早上出去吹吹冷风，让头脑变得更清醒。厨师笑笑，没有再说话。不管是二少爷还是其他少爷，似乎都不怕冷的，除非是下雨。
否则他们每天都能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出去晨跑，晚上若是不用应酬，也会进健身房里健身。怪不得几位少爷的身材都保持得很好，不像其他大老板那般舔着啤酒肚，他们的身材如同男模特一样，让男同胞们都羡慕不已。看着战一晨出去了，厨师摸摸自己的肚腩，他之前也很瘦的，被聘进了战家二房当厨师后，工作轻松，吃得特别好。他的厨艺进来后都长进了不少，因为在这里面当厨的都是大厨，他可以向同事们请教或者偷偷师，然后他的身体开始横着长，现在就有了肚腩。他也要学着少爷们那样每天早上起来晨跑。一想到早起太冷，厨师又打了退堂鼓。胖就胖吧，胖一点有福气，中年人了，发福很正常。战一晨不知道自家的厨师会有那么多的想法。他出了屋，穿过自家的小院子，在外面慢跑到中心主屋，进屋就闻到了香味。他赶紧窜进了厨房，果真看到战远系着围裙，独自在厨房里忙碌着。老六，我们一家人过来陪奶奶吃早餐，你要准备我一家人的份。战一晨怕死来晚了，老六都做好了早餐，没有他们的份就满足不了爱妻的胃。战远头都不回，看也不看他一眼，说道：没看到我还在忙着吗？二哥起得早，帮忙打下手吧。大哥二哥都回了山庄，苏南夫妻俩也过来了，都不用大家说，战远就识趣的为大家准备早餐，只要奶奶在家都不用说的。所有人很自觉的来中心主屋这边吃饭。战一晨连忙答道：二哥还要晨跑，暂时还没有时间帮你的忙。再说了，大家都更喜欢吃你做的饭菜，就是早点都是你做的更好吃一点。老六，你说，咱们兄弟几个都是由奶奶调教出来的，在做饭这一方面，你怎么就比我们更优秀呢？我发觉的你已经超越了你三哥，蹭了吃的。战一晨夸赞堂弟的好话一串串的，反正说好话又不用花钱。战远扭头看了二哥一眼，又扭过头去，说道：二哥不用夸我，我有几斤几两很清楚，几位哥哥并不是差，只是你们没有我这么用心钻研而已。我自己创业也是走的餐饮业路线，他是真的喜欢做菜，所以他自己创业就坚定地走了餐饮业路线，不像三哥是大哥给他安排的职务，三哥做菜的热情肯定没有他高昂的。二哥真不是夸你，你是真的厉害。对了，老六，我听我伯娘说你周一要去 X 省的 A 市给别人当厨师，怎么想到要去别人家当厨师？想当厨师，在咱们家里就够你大展身手了。战远答道：因为想去，所以就去。战一晨不想让二哥知道就不说嘛，二哥不问就是。行，你先忙，二哥出去跑2圈。大哥起来了吗？战远依旧是头也不回，答道：天气冷，又是周末，大家都在睡懒觉呢，奶奶都还没有起来。二哥是最早起来的，他扭头看一下二哥，故意打趣地问二哥：你和我二嫂的感情还好吧？去你的，二哥和你二嫂好的蜜里调油呢。老六竟然隐晦地问他是否欲求不满。战远低低的笑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二嫂误会了二哥，昨晚把二哥赶去睡书房了呢。你二嫂对我那是100%的信任，绝对不会误会我，我又不知道那林什么长成什么样，从来没有给你二嫂戴绿帽子，别人爱慕我那是别人的事，我也没有办法的，谁叫你二哥我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，风度翩翩，是管城最靓的仔。战远扑哧的笑，二哥，你的脸皮还可以再厚一点，难道二哥说的不是实话吗？战远不客气的道：咱们家兄弟几个，哪一个不好看呢？你能跟大哥和我们分个高低吗？战一晨嘿嘿的笑，反正在你二嫂眼里，我就是管城最靓的仔。
是，二哥是管城最靓的仔，快去跑你的步吧。战一晨就要走，战远忽悠问到二哥，你和二嫂真的没有闹？昨晚宴会上的事，母亲回来后就说了。战远还真担心二嫂会误会二哥，都说了没事，你二嫂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二哥我也是行得正坐得正，从来不做对不起你二嫂的事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以后有了老婆，也要跟我们这些当哥哥的学一学，老婆是娶回家里宠着的，要会宠妻哄妻，夫妻之间要相互信任，别丢了咱们战家男人的优良传统。宠妻怕老婆就是战家男人的优良传统。小时候他们问奶奶为什么要做一个宠妻的男人，奶奶告诉他们，只要妻子人品好，明事理的疼老婆就能发大财，家里会万事兴旺的。而且妻贤夫祸少，说什么娶一个贤妻能福3代。战远笑着，奶奶教过我的，我从不敢忘。我还年轻，不着急娶老婆，我顶头还有3个哥哥未领结婚证的呢。3哥是有女朋友了，还没有领证结婚，4哥和5哥就更不用说了。奶奶是给他们俩挑好了人选，4哥在行动，不过4哥的另一半长什么样，他们还不知道，未见过。5哥还没有行动，他的吗？也不知道欧阳雅到底是不是如同奶奶说的那般优秀，嘴巴那么挑，亏得他会做菜，做菜还很好吃，否则奶奶给他挑了这么一个人，他还得花很长时间去学做菜，才敢去追求欧阳雅。战远严重怀疑奶奶培养他们兄弟几个样样精通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的老婆享福的。他们万事通，还需要老婆做什么事？老婆不就是享受生活的？父辈也是这样，看父辈过得很好，战远也不排斥那样的生活。战一晨笑而不语，很快就离开了厨房，出去跑他的步。山庄的清晨很安静，工人们开始上班了，他们默默地做好本职工作就行，只要看到战一晨的，都会笑着打招呼。天色大亮了，太阳从东边冒出来，渐渐的就能感觉到没有刚起床时那般冷了。管城的冬天呀，就是这样的了。有时候大晴天，白天的温度能达到25、6度，让人不敢相信过的是冬季。北方下大雪，冷空气南下，也冷不了几天就升温。奶奶，山路两旁的紫荆花都开了，咱们去赏赏花。战一晨听到大嫂的声音，路两旁的那些树是紫荆花吗？问话的是他家老婆大人。宁云初是开花店的，但他之前是盲人，他知道很多很多的花，但是没有见过那些花长什么样子。重见光明后，他开始恶补花卉的知识，只是花的种类实在太多，他一时间还没有恶补完所有花卉的知识。昨天回山庄的时候，车子沿着山路上山，他是觉得路两边种的那些树开的花很漂亮，没有近前看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花。老太太应着有些是紫荆花，有些是木棉花，还有些是紫薇花。木棉花到3月份就开了，紫薇花要夏天才开，间隔着栽种的，这样经常能看到鲜花盛放。过了年，梅花开了，你们几个回来陪奶奶去赏梅。还有樱花，咱们山庄都种有的。6月还能赏荷，荷花是栽种的最多的。老太太笑道，奶奶就喜欢花花草草，在自己的地盘上种上花花草草，一年4季都有4季节的鲜花盛放，生机勃勃的，让人的心情都好很多。老人家喜欢，所以有了悠悠山庄，让后面嫁入战家的女人跟着享受了。奶奶，战一晨小跑过去，叫了奶奶一声后，又向海童和小军问好，最后视线回到爱妻身上，说到天气冷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他都还没有晨运归家，他就出来了。
云初说道：“我自己睡了会儿，就睡不着了，干脆就起来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也没有那么冷。冷什么呀？以前才冷。现在地球的温度渐升，都不冷了。”老太太说了句。老太太觉得她儿时管城的冬天都是会冷的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冬天就越来越不冷了。战一晨笑笑：“奶奶、大嫂，你们要去赏花吗？用过了早餐？”“还没有呢。”海童答道：“你大哥帮忙了，老六一个人忙不过来的。”战一晨识趣的道：“那我回去换好衣服后也去帮忙，等会儿做好了就叫你们回去用早餐。奶奶，等用过了早餐再下山吧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也行，那就用过了早餐，我们婆孙几个再下山去花田看看。奶奶带你们几个去梅林那里转转，虽说还没有到梅花盛放的季节，总要熟悉一下咱们家的地盘。”老太太还说：“海童、彤彤，你是老大，以后是这个家族的当家太太，咱们家有什么地盘有多大，你要熟记在心。你好像都没有在咱们家赏过梅吧？”海童老实的答道：“没有，我只赏过河。她是嫁入了战家当大少奶奶，住在山庄里的时间并不长，只知道游游山庄的山脚下的地都是战家的，还有旁边几座山头也是战家花了不少钱买下来的。我知道咱们家有我们这些女人负责的产业有多少，咱们家的地有多少，我有个大概印象。”海童有点不好意思的：“我还没有完全上手，妈说让我花上年时间，能上手就可以了。她说还能再管上10年8年的，让我不用着急，先打理好我自己的公司。唐君业还不足60岁，他再管上10年8年也就70岁左右。他们这些人保养得好，身体状况也很好，70岁看上去和50岁那样。”老太太温声说道：“是不用着急，你先把宝宝平安生下来，过几年再要个2胎，给奶奶添了个曾孙女，就可以放心的从你婆婆手里接过担子了。”海童笑道：“奶奶，我不敢说我一定能给您老人家添个曾孙女啊，让一晨和云初还有老三他们都努力努力，不要盯着他夫妻俩就行，生女压力太大。不过海童自己也很想有个女儿，白白嫩嫩的，像君言那般可爱。看到君言，他的心都化了。不要说战印想抱君言回家，连他都想。”云初说道：“我倒是很乐意早点生娃，但我的身体不允许，给奶奶添个曾孙女的重担，还是你们挑了吧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无妨，奶奶有9个孙子，以后就有9个孙媳妇，总有一个能添个曾孙女给我抱一抱的。走，咱们赏花去。老二，等会儿可以吃早餐了，再叫我们。”云初这几年都不能生孩子，老太太怕这个孙媳妇会难受，所以赶紧错开了话题，还对云初说道：“云初，你和老二不用着急的，好好养身体。”云初笑：“奶奶，我们不着急，也着急不来，就算停了也还要过上1年半载再决定要孩子。他怕要孝影响太长，太早要孩子不好。”几个人在山庄里散步，不久后战印打电话给爱妻，让海童等人回屋里用餐。用过早餐后，大家在厅里坐着闲聊。管家进来，走到老太太的身边，恭敬地道：“老夫人，林太太夫妻俩带着林小姐过来了，说是登门道歉的。”老太太淡淡地嗯了一声，请他们进来吧。宴会上发生的事，耳聪目明的老太太自然也知道，欺负她老人家的孙媳妇，简直就是在打她老人家的脸。好在孙媳妇不是任人欺负的主，能够反对回去。老太太还看了战一晨2眼。战一晨：“奶奶，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我真不知道林小姐长什么样，我也从来没有招惹过她。等会儿她进来了，你好好看看她，就知道她长什么样了。”战一晨连忙说道：“奶奶，
你这是拿刀刺你孙子我呢？我有老婆的，还看人家未婚姑娘做什么？我只喜欢我老婆。他又拉起云初的手，老婆，相信我，我对其他女人真的不喜欢，一点都不喜欢。有了你，我就满足了。老公，我相信你，还是我老婆好，不像奶奶还怪我了。老太太失笑，是，奶奶不好。奶奶怪你做什么？是怪奶奶才对，怪奶奶把你们教得太优秀，个个像块磁石，吸引着无数女孩子的芳心。得亏我的孙媳妇们大度，你们以后都得好好疼爱我的孙媳妇儿。谁要是敢对我孙媳妇不好，我家法伺候。知道了，奶奶。战印兄弟几个异口同声地应着。林家的一家三口跟着管家进来了，他们一家三口的手上都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。林思怡今天穿得很朴素，母亲说她是登门赔礼道歉的，不宜穿得太艳丽。老太太坐在沙发上没动，是唐君业妯娌起身招待林家三口。大家坐下后喝过了水，林太太对老太太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我们今天是过来赔礼道歉的。昨晚我家司仪对二少奶奶出言不逊，虽说昨晚当场道了歉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登门再次道歉呢。也是我夫妻俩教女无方，我们夫妻俩也有错。昨晚我已经管教过司仪的了。”老太太脸色和缓了几分，她对林太太夫妻俩倒是印象不错，看得出来他们是明事理的人，登门赔礼道歉也是真心的，并非是屈服在战家的威名之下。她说道：“是我们家奕晨太优秀了，林小姐喜欢奕晨没有错，只是言语侮辱我孙媳妇就不好了。这是年轻人的事，他们自己解决就行。”林太太看向女儿，林思怡进来后只看了战奕晨两眼，便不再看他。此生她与这个男人无缘，因为爱慕他嫉妒宁云初，他已经得罪人了。不属于他的男人死了心吧。林思怡站起来，郑重而真诚地再次向宁云初道歉：“二少奶奶，昨晚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非常的对不起。”宁云初大方地道：“林小姐昨晚已经向我郑重地道过歉，我当时也说了，既然林小姐道了歉，我也暂时原谅林小姐。”林思怡歉意的道：“昨晚说了那些混账话后，我也很后悔的，恨不得自抽嘴巴。我也是熟读圣贤书的人，自认有修养，却说出了那样的混账话，不仅伤了二少奶奶，对我自己也没有好处，属于损人不利己。我后悔不已，也愧疚不已。二少奶奶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”宁云初说道：“我接收林小姐的道歉，林小姐以后不要再犯这种错就行。人生在世，谁不犯错，知错能改变好。二少奶奶，谢谢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。”林思怡真诚的道谢。林家三口态度极好，林思怡也是真诚道歉。宁云初这个当事人都说不与他计较，原谅他了，其他人自然也不会再说什么，这件事便这样接过去了。林家人离开之前，林太太向大家许下承诺，若是昨晚的事传出去了，他们林家负责追究，不用战家出手，或是他们林家女儿惹出来的后果，理应由他们林家来承担。等林家一家三口告辞而去后，唐君业对妯娌说道：“林太太夫妻俩的名声挺好的，他们俩一向明事理，年轻女孩子会有点嫉妒心理也正常，改过了便好。”二太太说到：“昨晚我也是给林太太面子，才没有教训林小姐。”她又看向自家儿子战奕晨，想哭，干嘛都看他，他冤枉呀，他无辜呀，他长得好是父母的基因好，他优秀是爷爷奶奶教得好，要说错就是爷爷奶奶和父母的错，他们把他教得那么好，又给了他高颜值，导致他不招惹女人，女人也会爱上他。我还是昨晚才知道咱们家奕晨那么受欢迎的。战奕晨，妈，这种欢迎我一点都不喜欢，你敢喜欢试试？
小心家法伺候。二太太神情严肃，警告儿子休得花心，敢做出对不起儿媳妇的事，休怪他这个当妈的反脸不认人。妈，我没说我要是，我都结婚了，我是已婚男人。宁云初笑道：妈，你们别怪一晨的，这事也怪不得一晨的。多人喜欢一晨，说明了我的选择没有错，大家应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。就是战一晨揽住老婆的肩膀，还是我老婆最疼我，最信任我，最理解我。苏南笑道：行了，知道你们夫妻俩恩爱，不用在我们面前秀恩爱了。战一晨说：他说的好像你们夫妻俩不秀恩爱似的。我还没有结婚前，被你和我大哥喂了不少的狗粮，现在我要天天撒狗粮，刺激一下我那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弟们。战远立即找借口溜了，因为在场的人就他是单着的，其他还单着的兄弟又没有回山庄。战远，你跑那么快做什么？你应该坐在这里，多听听我们的经验，以后用到追妻上能减少走弯路。苏南打趣着战远，战远都走到了屋门口，头也不回。我想我天资聪颖，能够无师自通的，不用学习。苏南哈哈地笑道：你学做菜无师自通，我还是相信的。又对战印说道：你们家老六是真的很喜欢做菜，他不喜欢做菜，你就吃不到那么美味的饭菜了。苏南摸摸鼻子，好吧，还真是那样。这边的悠悠山庄和乐融融，那边的宁思琪刚从检验室里拿到了她的检查结果。检查是否怀孕很简单，就是验尿可以了，结果出来的也很快。在等待结果时，宁思琪不停地在心里祈祷自己不是怀孕，是胃不舒服吐得最好。若真的怀孕了，她要流产，流产听说挺痛的，而且龙先生是让她在家里自行服药流产，万一出什么事，她死了怎么办？龙先生本来说要请医生到家里帮她检查，她坚持要来医院里检查，龙先生同意了，不过是他自己过来的，龙先生没有陪着他，就连2名保镖都没有跟随。宁思琪用的假身份做检查，不敢用宁思琪这个名字，怕宁云初知道，他不想让瞎子知道他给别人当情妇。拿到结果后，宁思琪看到结果显示是阳性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昨天他上网了解了一下怀孕是什么症状，知道检验结果是阳性的话，就是确定怀孕，而他昨晚还吐了，那就是妊娠反应了。手机响了，宁思琪接听了电话，是龙先生打来的。结果出来了吗？龙先生在电话里问着。刚拿到结果是阳性。龙先生嗯着，我猜测不会有错的。你现在回来，我请了医生过来，让他给你开药吃了。宁思琪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挂了电话，拿着结果看了片刻。宁思琪回到给他开单子的诊室里，将结果递给医生看，医生说她是怀孕了。看看宁思琪后，医生严肃着一张脸问他：这孩子你要吗？宁思琪犹豫了片刻后说道：医生，这孩子我能要吗？我是吃过避孕药后怀上的，那些药太没用了，吃过了药都还怀上。你吃过了药的，那不建议你要这个孩子。避孕药副作风大，有可能致畸形。是一定会畸形吗？医生说到这个我也不敢100%说一定会畸形，只是几率会大一点。你想要孩子，在备孕期都要很注意，不能胡乱吃药的。估计这个女人也不想要孩子的，想要的话就不会吃避孕药了。医生，我可以先留下这个孩子，等月份大一点再检查，看孩子是否存在畸形，再决定要不要生吗？宁思琪忽然就想留下这个孩子。医生说到月份大了，不能要的话，要做引产手术，对你的身体伤害更大。我还是建议你在现在做个决定。刚怀上流产的话，伤害没那么大。按我说的，
下次想要孩子，要注意身体情况，不要胡乱吃药，也不要去做那些带有放射性的检查。宁思琪不说话了，他从医生面前拿起了自己的那份检查结果，向医生道了谢，就走出了诊室。出去后，他也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在外面找了个位置坐下来。此刻他很无助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若是父母还在身边，那该多好呀！父母没出事的话，他也不会有这些遭遇。说到底，还是宁云初那个瞎子害他至此。那个瞎子嫁了人都没有怀孕，怕是没得生，那就是宁云初的报应。他不想这么快要孩子，却有了。宁思琪打开手机，看了一圈微信好友，只有父母和弟弟宁天磊的，其他人都被他一气之下全删了。以前他还是宁家二小姐时，身边围着很多讨好他的人，他以为那些是朋友，一起吃喝玩乐，玩得特别好。结果他和父母都出事进去后，他那些所谓的好友全都离他而去。出狱后，他去找过那些好友的，个个都不见他。念点旧情的会托人带点钱给他，不念旧情的直接说和他就是个陌生人，让他以后不要去找他们。气得他就将那些朋友全都删了。还有以前的那些亲戚也是这样。宁家还是父母当家时，那些亲戚对他比对他们亲生的孩子还要好。现在呢，也是离他远远的，视他如瘟神。就连父亲的2个亲姐姐一家人，都因为惧怕宁云初的报复，2家人竟然连夜搬离了管城。他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，他们撇下他不管了，他又何必再保留他们的微信号？最后宁思琪给弟弟发信息，他问弟弟天磊，你有空吗？姐现在不舒服，心情不好，想聊聊天。宁天磊没有马上回复他，可能在上课吧。弟弟还是个大1学生嘛，他要是还念书的话，也还是个大学生的，他不想念了。宁思琪忽然后悔自己放着好好的学不上，非要退学在家里待着。如果他一直念书的话，就会远离宁云初，不会因为整治欺负宁云初时，惹上了海童和商小飞他们，从而闯下了弥天大祸，导致父母做过的坏事都被扒了出来，都是他的错呀。宁天磊给他打来了电话，宁思琪的心忽然暖和了几分。虽说宁天磊更信任宁云初这个大姐，但对他这个二姐也还有关心的，毕竟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。宁思琪接听了弟弟的电话，二姐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去医院看了吗？宁天磊关心的问话传来，宁思琪忽然就哭了。